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爷。我们今天来述评一下小娇。那我就先上结论，这个是基于我玩了几个小时的悬赏令的小娇。然后这个目前小娇，我觉得如果你有钱的话，可以抽到6命，但是要真的蛮有钱的，因为它跟苍牙一样，没有6命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技能。它6命的那一腿踢出去可以打出4万的伤害，目前啦，装备带满的情况4万左右，伤害还是蛮高的。所以这个6命，我觉得如果要抽就一定要抽6命，差不多要准备5、6万台币吧。运气普通的话，好。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你还可能需要一把肉串，神炎杖我觉得倒是没那么好用。然后它的伤害已经比台服高很多了，它目前打起来我感觉跟0可以差不多平起平坐。打王的时候，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。然后这个其他的部分呢，小娇如果你要拼榜，你未来可能要拼一些速通榜。那肯定是需要小娇的，因为有些王会贴到脸上，你小娇一个开大狂踢，瞬间把大绝打掉，然后就换另外一只灵出来打，或是苍牙出来打的速度才会够快。但如果你没有要拼榜的话，你不是那种重氪玩家，那可能就也不用抽。然后还有一个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技术超高超不会被打到的话，是可以抽小娇的。小娇我觉得它火破一直不掉的情况下，伤害比其他角色高很多。好，这是我目前玩起来的心得。但要真正要详细一点的心得，可能要等下礼拜这个每只角色我都去跟官方申请到6命，然后我们来比对一下，然后再玩起来的感觉。那后面我就直接用小娇打一个 A4 悬赏令给你们看看，打 A4 悬赏令给你们看看。我们这边就开一张这个 A4 悬赏令打给你们看。好，那目前测试的账号是长这样，我们先求公平，先不带套装，因为这个小娇套装都只有3勾的，我们这边只有2个3勾套装，那带起来跟我们自己的账号比起来有点不公平，因为目前都没有没有人可以做到3勾。好，那我自己的号呢，这边看，等一下先看一下这个攻击力3901，我尽量控制在一样的差不多的攻击力。那我自己的号是这样，我们一样带超心太骨跟这个刀鞘，然后带一个冷舟，这样也是可以开局放大。我终于把它弄到1勾了，然后这个5命而已。那我们那一脚就不要踢，我们小娇那一脚就先不踢，然后攻击力跟那个刚刚的小娇比只多了1，只多了1。不过我先说一下，小娇还有一个优势，这个小娇的优势呢，就在于它的元护技会提升忍术能量，就是还蛮强的。这个而且它的基础攻击力加的比其他角色多，其他角色最多就90，它这个可以加到100多吧。这个现在有 bug， 然后这个它进场之后会有这个提升忍术攻击力，所以它在元护方面会特别的强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最后一格目前点不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就已经满命了，然后领不到，之后应该会修。好，然后这个108攻击力，它是全游戏目前最高的，所以如果你冲着这个想要多够一点点攻击力，你也是可以抽，如果你钱够多的话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那这一把我带神炎杖哦，然后是没带套装的，打打看，然后等一下跟我们自己的账号的0比，然后那一脚6命那一脚我们都不踢，我们看那个上面描述谁的时间过得比较快。就谁比较快就可以把王打完，然后另外2个这个账号，一个是小帮手，一个是我的，我们就那个放着不动，让他吃不到钱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开局就放大。我用我不太会玩小娇的方式去打，因为我没有特别去练。小娇要强，应该还是要特别练过。那我们就用一个新手的玩小娇的方法来玩。OK， 那这边打这个头，对我觉得对0来说应该比较有优势。然后我们这边没有火破，你看我这小娇要踢的话就不太好踢，你没有特别去练。而且打这种会动的王，你就会很难受。但小娇现在好像那个你天赋点满之后，而且这一脚踢出去没有打到这个王的头，就会很伤。OK， 打这个头跟蝙蝠，我觉得小娇特别的弱势。好，我们开一个神炎杖，然后神炎杖有时候会有5颗，有时候会有4颗，看几率，50%的几率会有5颗。然后这神炎杖你看4发里面有2发我都打不到，这个只要会动就很难打，超难打。所以我还是建议带肉串，OK， 那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无伤。就是如果是小娇纯拼无伤，就是给火破长起来的话，哇，这个你看这边这个 S 的王就快没无伤了，后面的王要一直保持无伤是真的要很高很高的功夫，这不太容易。好，我们终于可以开第2发神炎杖，一样4个，有点衰。OK， 这个被他躲掉了最后一发 ，OK， 有点惨啊，好难受好难受。那等一下这个王我快打死的时候，我就会给他按退出了。OK， 我就不会把他打死，是打到剩1条血吧？我们就公平起见，大家都打到差不多剩1条血的时候，看一下这个时间来不来得及，不然就是有可能会打到时间到，我们就漏标了，我们就那个
看谁的血量打的比较多。好，神仙杖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试一把肉串的吧。但我觉得小娇不可能那个没有套装啦，哇，又是发中2发有点烂。就小娇如果有套装应该是很强的，所以你还需要有一个念珠套装，就是有一个开局就会有3颗火破的套装，那个东西非常重要。好，我这边已经尽力无伤了，他攻击力已经越变越高了，应该还行。那标我们就不贪了，小娇贪标是不太好的行为，而且我还这个没有那个小白圆护。如果你有小白圆护的话，这边有一个，怎么都一直只有4颗啊？太衰了吧！这边可以炸满，又少炸一个。小白圆护的话，可以那个让小娇被打到的时候掉火破的时候只会掉一点点，不，只会1.5秒之内只会掉一次，你不会一直连续碰撞之后就没有掉，就一直掉。不好意思，再打这个，靠！最后一脚应该要控一下去踢那个王会比较强。果然是没在玩小娇的人。然后那个套在这目前可以挡4次吧，还是3次，就可以挡比较多下，可以比较无忧无虑的那种。这个神岩杖很扯这个神岩杖是真的蛮扯的。好了，我有点抓到这个打头的节奏了，应该是可以。好，我们放了2个大，目前打到这个血量，我感觉如果有带3勾套，应该是可以把它打完的。3勾套开局那个伤害差蛮多的。好，我们这个火破急到快满，我看来这个时间应该是不够用，完全不够用。然后我们最后再踢一脚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伤害，希望不会被打到。OK， 也有可能是这一把有点衰啊，神岩杖就一直只出4颗，跳不了这么高，飞不上去，3段跳完了啊！这神岩杖真不好用。我们等一下换一把肉串打一下看看好了。OK， 时间要到了，目前时间要到了，看起来只能打到差不多6条血结束而已。那我们就直接踢一脚吧。OK， 踢一脚给你们看，1万差不多2万啊，那是因为刚刚被打掉1颗火破。好，差不多2万，就这样打了532317。我觉得很大部分是神岩杖在搞，神岩杖不够稳定。好，我们这边接下来换我们的零。OK， 这边是我们的零，我们的零也带的是一样，开局可以放大，但这个忍中攻击力有少30，忍术会少30攻击力，所以可能会输一点点。然后还有我们没有小娇，不然我把这个老兵换一下这样子攻击力会掉蛮多的不过忍术有提升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继续带这个小兵吧。就是会少了130的忍术攻击力，其实差蛮多的，因为会放到2次大绝。好，那我们还是换过来好了，换个小娇，但会少了一点点的攻击力，大概会少个42点，我们会少一个42点的攻击力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开始了，然后我们也是全程不滑，不过其实应该是没有影响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哪只角色会打得比较好。我等一下小娇再4个肉串，然后再带个套装打给你们看。好，那这边就开始了。零会有一个优势，打这个头一定会有这个优势，就是可以这样子开局撞这个。不过我觉得这样所以有点不公平。不过我觉得小娇打这个本来就比较弱，小娇打龙会比较强。我后面可以放一些，我会放一点那个打 A 全场龙的给你们看，跟零差蛮多的。小娇打这个龙速度快很多。OK， 这边打完头差不多打了14万，我们再按一个苦无，还暴击，打了19万。好，我们就是要再花一点时间打，你们感觉可以开个2倍速看吧。如果有想要看这个过程的话，然后我们这边都不能被打到，因为2个队友挂了，这场是坚韧，这个真的被打到就凉了，哇，这个血掉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这个零我们没带套装，所以其实影响应该是还好，只要不要死就好了，应该没问题。零没有满血也没关系的，对吧？他命格里面应该也没有那个什么满血的东西，打了3万的伤害 ，OK， 目前就是看起来就是这样。我已经想不到要说什么了，所以我们就默默的打这个王，看这个王被我们打喷。我觉得如果有钱是可以抽一下了，感觉还是有必要给他弄一下的，而且还可以挑战这一次的武道会，感觉这次会抽的人也不多，你的武道会说不定可以直接打个前100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再按一个苦无，3398，好像有好像攻击力比较高满血的情况下，可能天赋有影响吧。OK， 我们这边打这只鬼头其实已经作弊了，对零来说已经作弊了，因为那个冰晶护体打到基本上其实也多加了1-2万的伤害。一开始那个开局打这个紫色的头 ，OK， 好久。神岩杖有个好处就是技能量比较快，我刚才那一只也有开肉串的副武器，
那我们这边也会开这个副武器，只就看那个村镇给不给力而已。哦，这才落风哦，这个村镇那肯定不给力。挑个打，嘿嘿，村镇我比较熟啊，3刀，落风还3刀，然后这个头有点远，那个雪花一直漏，我们这场雪花一直漏 ，OK， 这样打起来，目前看起来零的伤害好像还是比较高，是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这个神岩杖的问题，神岩杖我打这只王很难控，真的很难控，我技术菜，如果你可以全打到，应该会高很多。好，我们这边已经直接超越这个。60秒的时候就已经超越这个小娇踢那一腿的伤害，所以就是才说这个零比较适合大家，就不用脑带苦无。我没有特别去练这只王的板子都可以打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用一下小娇吧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再试一把这个只带肉串，换肉串当主武器给你们看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小白，刚刚说的这个，如果你小白如果有抽到这个角色，就还蛮强的。丢失一个火破 1.5 秒内你就不会再丢失火破了，这个蛮重要的。如果你有时候就是卡住，然后被连续弹幕攻击，啪啪啪啪，火破会狂掉。以前在台服的时候，所以小娇挺烂的。但这个有这个小白之后，就避免掉这个问题，不会被连续攻击之后火破就全掉光了，只会掉1颗，那就还救得回来。好，那这个打完之后，在后面我们就再测试一下3勾念珠开局的强度，然后最后再放一个。打黑龙给你们看，因为毕竟打这个鬼头跟蝙蝠真的对小娇来说挺不利的。小娇打那种大型的王啊，或是式神会走到脸上那个，哇，强到不行，在这个版本强到不行，我觉得啦，伤害高到不行，瞬间就把他伤害打满了。好，这个头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踢到那个大绝那一脚，因为踢不踢得到差蛮多的。OK， 开踢，最后一脚就是大绝结束那最后一脚，差蛮多的。好，我们先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最后他应该会下去。踢到 OK 8910，好，我们这个套可以结束之后还可以再持续撞一下下，然后开个漏串，尽量跳高，不要去打下面的球。OK， 这个漏串还算打得蛮多的伤害，要撞到一个球球了，还丢了很多肉啊！好想吃那个镖，不行，小娇不能贪。小娇是没办法贪标的。OK， 这场攻击力应该会比较稳定，毕竟这个肉串还是比较好用的，那我们跳起来，再跳起来，好的，过了。这边已经打了18万了，18哦，完了，这个板没办法躲，一开始就要跳起来，躲错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捡个肉串，丢个肉串。这个漏，我一个血，哇塞，又被打到了，这一把很尴尬。好，这就是跑出了一个火破，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玩小娇的长相。如果你的技术够好，以后不管打什么王都可以无伤的话，你的小娇就会超级强，超级厉害。反正我是不够厉害，我大概不会去玩它，还是玩我的无脑零比较舒服。但我觉得韩国玩家可能跟日本玩家会抽吧，这个角色。蛮适合他们这些，超级认真玩游戏的人。哎呀，痛苦啊，没火破啊，太惨了。现在才跑出1颗，不过还好是因为我没带套装啊。套装的话，3颗火破加450攻击力，全满的话就还好，我没有这个套装问题。这场神岩杖给力哦，哇塞，这个头直接屌躲开踢。好，我们直接抓到一个机会就开踢。我没记住他会下去一下。好烦。踢到，好，我们这一脚有踢到，至少打了多了9000多的伤害，不然箭射的话就会伤害比较低。好，我们看起来这个我的火破没有什么累积的效果的时候，伤害还是可以跟0打到差不多的感觉。那如果有6命那一脚有累积出来，再踢一下，应该可以直接打掉一条血。这个时间输给0一点点，就这样了。0还是我觉得比较好用，比较无脑，那就这样了，没办法了，无解了。再丢一个漏串，我已经累积不到那么多火破了，我们直接带3勾套开局看看吧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把凤凰玉坠装上去，凤凰玉坠生命回复加3点，然后240的攻击力，然
然后再带这个七眼念珠42滴的生命上限，然后外加出场会有3颗火魄，然后这2个一起带的话，就会有3颗火魄出场就会加450攻击力。这就是我们的小娇。小娇是一个比较适合打持久战的角色，持久战越久，它的伤害会越高，只要你火破不掉，它跟其他角色比就是伤害会比较高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开始，我一个，好，我们这边直接开局就放大，开第一，完了，踢了一个好像不是很好的位置，这个头完蛋，我再搞 ，OK， 炸了一个，攻击力变成11000了，原本是8900，现在是11000，这个最后一脚出去11000，我们尽量打，看看多少时间内可以把它打到剩下1条血。那我们这一脚先不踢，那一脚我们的6命那一脚通常都是有点保命效果的，就保火破效果的，真的不行才会用。然后我们尽量往空中跳，这个上下班在打这只王其实有点危险，它有些板子你在下面很难处理，尽量跳在空中。好，我们这边火破应该是满起来了，这个是全满的火破，22万伤害。这个队友多打了3000度输出没关系，不管他，我们先不理他。肯定是因为刚刚贪标才出了这个小状况。哦哟，这个漏串很围哦。又卡，漏串有一个问题，我发现了，漏串在模拟器里面会卡顿哦。这个掉出个小漏串，敢不敢修理一下？这个漏串应该是不用那么卡吧？哇，那想到以后的苍月战刃又要很卡了。好，我们快要可以开第2个大。那等一下给你们看他打黑龙跟零差多少吧，他打黑龙真的是快超多的，跟鬼一样。OK， 我们这边开个漏串加这个大绝招。他这边吼一下，我们只能放在这个大概中段的位置，他才会经过。别走，好吧，只剩建设伤害了，就少了一个10000的伤害，11000的伤害，亏。好，这一脚如果没有踢到也是很亏的，所以我们如果要踢这一脚的话，就也要认真的给他命中下去。好，有踢到，好，这边全中，神炎杖也全中，还5发的，伤害蛮高的。来个漏串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再试一把零，也带一个套装，但我的套装只有0勾啊 ，S 的还超烂的，这个差距蛮大的。好，我们因为那一脚踢完了，火魄都掉光了，所以攻击力也下降了。2条血，快点，我们把它打掉剩1条血的时候，看看如何。有可能要等这个武器CD好了。应该是要开武器才有办法，指标应该是救不了。这把我已经很认真了，大家看到了吧？3颗火魄，我基本上已经全程无伤了。好了，那在这个40几秒这边的时候打到。对不起，我发现我们的零不能这样测，因为我如果这样子就不能把刀鞘或是超心太骨拔掉了，很尴尬。这个毕竟我们的冷中印法没有3勾。好，那如果之后要测，我们下礼拜跟官方看看可不可以要到，就是这个把配置都给它要上去，那我再来测。那这一次大概速评就到这里，我感觉已经比以前强很多了。因为以前打这种小王啊，就是那种比较小只的王，你都是要打很久的。可是他现在基本上打小王跟零已经平起平坐，打大王伤害比零还高很多，你们大家自己看。那就这样，我们认真详细测试之后再来吧，拜拜。